嘿，大家，我们探路者进入你的世界。我们今天呢，终于要进入上色的环节了。对，那我们会先接触到喷枪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先花钱，对，先花钱。要上色就要先。我知道，据我所知，喷枪这个地方就是水非常的深。你看我们桌子上这边都是喷枪，都装载以前买的各种品牌。对，我有实测了一些从日规到台制，然后到欧制的，其实我都有买。对的，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让你们新手要买喷枪，不会说不知道要从哪里花钱，就一直买最贵的，或者是不知道买什么乱花冤枉钱。对，因为它的水真的是蛮深的。对，就是如果你买到不好的，或者是买到你后来还要升级的话，你就是又要再花一次钱。其实我觉得这都很无谓，很无谓。对。好，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些东西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喷枪的基本形状哦，最推荐的就是这种一体成型的版本。这样子吗？对，就是整支的，然后不要像这样有漆杯，不要整支的不要有这个，就是叫这一种形状叫做虹吸式喷枪，它是用吸的颜料吸上来然后喷出去。这个会，你如果颜料没有调好的话，就永远吸不上来。这一支绝对这种形状的不要买。为了你的心理状况好着想，这种形状的千万不要买。这支长得好像这是枪型的，这好像喷汽车的那个。对，这个是喷汽车的，这个我们是拿来喷大范围用的。那你的模型没有这么大，需要喷这个不需要，所以也这个也不用。那有一些喷枪是长得像枪型的，大概4000多，日规的那是可以买的。枪型的喷枪哦，它握起来呢，就是你是这样子喷，对，这样子喷很省力，这种很省力。所以也有出高精度的，也有高精度的这种版本的枪。那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买这个，我还蛮推荐这个，因为这个就握起来很省力，很好喷。那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拿笔型的，这叫笔型，对，叫笔型。它这一根的特色是它有多一个小漆杯可以让你替换。替换漆杯。对，这个是可替换型。对。那这种可替换漆杯的也可以买。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比较推荐一体成型版本，因为你会少了一段的清洁。你看它这里是比较深，有没有？你看这个比较浅。对，这种比较深的不太好清洁，这个比较不好清。对，可是这个比较贵呢。对，这支比较贵，但是这支是吃在它精度好。精度好。对，它的精度比较好。那精度会写在上面吗？比如说我们买上面吗？盒子啊，会写说雾化到多精度什么之类的。这个雾化效果通常都是会，就是它都会有一张这个。让你看它雾化。你说买喷枪，买喷枪的时候会有一张这个给你看。这就是看雾化效果的，是不是？对，这是让你看它是正常使用，然后它的雾化效果可以到什么地步，然后可以喷到多细。你就依照它的这个，我买之前可以看吗？买之前就能不能看要看老板。那我怎么要看老板的？那我是要买多那个的。那原则上啦，第一阶的一开始因为你也不太会喷，对，所以我们会推荐你买1000多块就可以了。大概1000多块的，因为你1000多块的跟3000多块的喷，或者是5000多块喷起来都会感觉是一样，因为你只会往后拉而已。你说它这个精细度是因为你会控制它的扳机才会。你如果你有到你的手指头可以控制扳机的话，才有这个，要不然就只有这里而已。就一般来说，你只会喷到粗的。一般来说，你只会喷，因为你就是全喷跟就只有全喷的选项而已。开到最大，然后拉到最后的这个选项就变这样子，就是这样而已。不会去喷到这么细。你要弄到这么细，我觉得以新手来讲有点难。所以你一开始新手的时候，1000块跟3000块一样喷枪，我觉得一样。你要练习到你可以用1000块的喷枪，然后喷到有2-3千块的效果，这个时候你再去考虑成好一点的喷枪，这样子会比较好。对，那或者是你一开始就买好一点的喷枪然后你去练习使用它。这个是喷枪是需要练习。对，那我们1000多的大概推荐1000多的
喷枪你可以买 MAB 的喷枪，这个它所有的零件就是你所有任何损坏的任何一个零件它都买得到。哦，这样不错哦。这样子是比较好的状态，因为你不会因为喷枪那个针掉在地上或者是砸坏了头没得买。嗯，这个是台厂的喷枪的好处就是妥善率比较高，妥善率比较好。对，有没有说像它这是写0.3 mm 啊？那我们说有没有说要买到多少 mm 或什么？就一开始的时候买0.3就好，0.3就好了。对，0.3就好。你第一支喷枪会建议你买0.3，台厂的顶规就是 R3 Model R3。哦，对 ，OK， 这也是都1000多。对，没有这个1000多，这个3000。哦，这个比较高，这个比较高级一点。对，这个就是台厂顶规了。哦，台厂的顶规。对，那我之前还没有台厂 model 的时候，我是用日厂的。对，这个日厂高级喷比就已经3.85，那这个才3000，用起来感觉差不多。然后再来是这个是Iwata，就是更顶了。这个也是快要4000块左右。我们在挑喷枪哦，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挑，可以用就好。那喷枪这个东西很难坏掉，很难完全损坏。那像它这种喷嘴或喷针比较容易坏的，我们这种都可以弄得到替换材料吗？替换材料除了日规的很难买以外，这3家都可以买得到。台厂的最容易买到。哦。然后这个是 Iwata 现在有专门的 CPL 专门在代理这个 Iwata， 所以 Iwata 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它的东西就是从欧洲要运来，就是很贵。哦，了解。所以台厂还是比较相对。台厂我们还是推荐说你买台厂的这个替换都很便宜。了解。这个喷针坏掉才100多块、200块，贵。哦，那还好哎。但是这一支要500块。喷针哦。对，这支喷针就要500块。哦。对，所以除非你后来你就是一开始我们很出手出脚的话，就是用简单的，等你摸清楚它的整个结构，其实都长得差不多。然后你再替换成高级。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喷枪的基本结构。你看这种一体式的里面的构造就是像这样，这从上面到下面都粘得好好的。这个是扳机。那扳机有分成这种可以压下去然后往后推，跟只有压下去的。对，只有压下去的叫单动，那这个压下去再往后退，这叫双动。要买双动式的。因为你可以调它的大小。对，你可以调它的那个，你可以调，就是你喷漆的量。对，好。那喷枪基本上是口径、喷杯，然后这个扳机，然后最后是这个旋钮。对，这个旋钮是可以让你辅助你，就是这个往后退的幅度，把它开大或开小，再做调整。在喷零件的时候会用这个调整。那如果你觉得你调整的不是很手残的话，这个是很好用的东西。为什么不要选单动？是因为单动只能调针的前后，那你要一开始就调好。那它就只有一种，你不能说瞬间变换它的大小。对，它没有办法变大小，它就是只能按。所以我觉得要买喷枪，至少要双动的，至少要双动。对，然后要旋钮。有旋钮双动，至少。喷嘴其实是有作用的，大的这个叫做喇叭嘴，它喷出来会像这样。对，那往内缩的头，它喷出来就像这样。那有一种斧形的头，它喷出来是这样。莲花头它比较没有影响，它就是比较不会有起急折的问题。它的范围大概也是跟普通的差不多。那我们有说要买什么头什么之类的？正常都会附一个莲花头，或者是附一个圆头给你。他会送是不是？他会送，对，通常都是送这个或这个。OK， 那这个要另外买，这个会用在。就是你比较大范围的平面上面才会需要用到这种。
哦。啊，这个是你在喷小东西的时候，你可以0.2去换这一种。我们接着介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让你调整小气压在用的，就是可以让你调稍微小一点。调气压？对，这是调气压。基本上你要喷细的地方的话，气流一定要小。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喷枪的大体分解。首先，喷枪这个喷尾可以拔开来，那你就可以把喷针抽出来。抽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摔在地上。喷针歪掉就是换一支，没有什么好讲的。啊，没有另外买喷针的吗？有，所以现在要跟你提醒，如果你买日制的喷针很难买，基本上台湾很难找得到日制的喷枪喷针很难找，然后很贵，很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比较推荐你买台制的。台制的都有东西它都有喷枪，就所有的零件都有的，都买得到，都买得到。哦，这样妥善率比较好。对，它的如果你有坏掉的地方，你就换就好。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拔出来，那拔出来之后，它的状态就是一个弹簧，然后一个这个扳机是就是挡住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个弹簧就是可以让你往后的，主要是往后的功能。然后这个是扳机，那扳机下面有一个插销，这个插销是下面这边有一个弹簧。那我们今天不要拆到这里，因为大部分解的话，大概只要这里就停止就够了，只要这里就够了。那这个头是你有看到下面有一个按钮。对，那个地方就是让它就是按下去就有气跑出来。前面的喷枪喷嘴嘛，喷嘴是可以拆的。第一个喷嘴，第一段是这个喷嘴，第二段是这边。然后这个拔下来之后有一个黄铜头，那再来是这里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机器在这个头。那原则上这边先清理，那如果还是会有塞枪干嘛的，拆来拆这个。掉下去就被小精灵吃掉了。盒子里面会有一只扳手，然后会用这个扳手这样子把它轻轻的旋开来就好了。今天旋给你看，就是轻轻的旋，不要硬，你不要硬扭到时候，我觉得要很紧才行，崩牙，然后会崩牙，然后直接就扭断给你看。再来是这边你有看到这个就是活塞的地方，那这里通常不要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难塞回去，不好装。它里面的构造就是一根棒子，然后一个弹簧，然后跟一片那个有那个螺旋的一个螺旋片。那它要拆开的话，你就是要拿那个夹子，尖嘴夹夹住。然后转开，它就会弹出来。可是那个弹出来的力道有点大，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慢慢的转开的话，它一弹那个弹簧会喷不见。然后你再装进去的时候，是那一个螺旋片跟那个弹簧都有可能会不见，所以我不是很建议来拔这个地方。拔这个地方要很小心。对，尽量不要碰。尽量没事不用来拔这里，因为基本上这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OK， 好，我们煮回去的时候呢，就是一样如果我们有在清洗完之后要煮回去，煮回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重点。你有看到这个扳机后面有个凹槽，对不对？对，这个是后面有没有装进去？然后再来是这里这个就塞进去。那你会有遇到一些这个跟这一片跟这一根是没有粘在一起的，那你就要先放这一片。这一片的形状就是要像这样子，下面是大的，下面是就是它的是一个像椅子这样，像那个铲子的形状，这样子放进去。那它是这样，它就会像这样子，然后再转一下，这样进去。然后这个粘在一起也比较方便，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再来是弹簧，然后这个，这打到这边都没有什么困难度，我就把它收紧就好。喷针一定要注意，
这个如果你塞进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如果歪掉，它可能喷喷前端就歪了，它的气流就会被导向歪的那一边，这个边就会有积气。积气积的越大坨，然后你的那个就会突然有一滴颜料就这样喷出去，你的模型上面就有一滴一滴的点点。那如果这个喷枪头撞到，也请你更换，因为这个撞到的话，一样会影响你的气流。它气流出去的时候，它一定会撞到那边就凹进去嘛。它凹进去那边就会开始积气，一直积，然后积到要喷出去，一大坨，一大坨就喷出去。所以它只要针有弯曲，或者是这个喷枪头这里摔到弯曲，这个一定都要换。那再来是你推，如果你推的遇到第一个阻碍是这里，有可能这里没有插好，扳机没有插好的时候，它会遇到阻碍，然后就会抖，你会感觉到有顶到。那顶到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调整再塞。那就是要很顺的塞进去。对，你要很顺的塞进去。那塞到底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子很用力给它插进去。插进去，黄铜头有可能会破。对，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机会会让你破掉，但是我们还是真的有遇过。那塞到底好了之后，就再把它锁好。这就是大部分解。那什么时候需要大部分解？就是塞气了。当你塞枪，整个喷已经完全不顺了的时候，才需要去拆，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要清洁。包含你看到的喷嘴，然后这个颜料厨房颜料的气杯，那个气杯，然后还有这根，这个后面这一段有可能会阻塞。那我们一般清洗应该不用弄到这吗？一般清洗基本上完全不要拆它。如果你只是一般清洗的话，就是逆冲，然后把它喷掉就好。这个就是最一般的清洗。再来是，如果你是完全塞死的话，你那个喷枪救援工具里面会有刷子，然后你就要整个前面也捅一捅，后面也捅一捅，都捅一捅。让它整个都通畅。然后那个黄铜头要拿下来浸泡，这个等我们就是讲喷枪清洁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再来是空压机的部分我们先简介一下空压机的结构：吸气，然后储气筒。储气筒。然后还有一个滤水罐。滤水罐是另外买的吗？还是买了就送？买的时候基本上要付如果没有付，你就要另外买。它一个压力计。这个叫做基础款。基础款空压机也有基础款，只有这一颗的。只有本体。没有出空罐吗？没有除气瓶。那是打完直接出去吗？这样子打完它就会直接出去。那这样空气不是相对弱？对，它就会一直打，然后它的气压会不稳定。它就是一直打，然后它的气压就是维持在那里，它不会变高。然后一直打，它会那个水汽就会一直吸进来。那如果你又没有这个滤水罐的话，它就一直喷水，半小时内一定喷水给你看。所以我们会推荐你本体以外一定要有个除气筒。像这样一台最便宜的这个一台最便宜，付这些大概4000内可以抓得到。可以自己去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模型店二手什么的找看。那这个是小型的。这一个的好处呢是，我们先讲一下空压机的要点好了。刚刚是介绍这个空压机基本配备，就是本体、除气筒、滤水罐跟压力计，这4样必须有。对。那再来就是大小台。这个小台的就是安静。它的打气声音很小，它比较适合说你在家里它没差点。那如果你需要除了喷漆以外，想要做点木工。就是外面这缸的一种大台那个，但是那个就很吵。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吵，但是它的优点是它的缸很大。气缸很大，打一次气你就可以用很久。基本上空压机我们是寻求气压的稳定度。对，所以我们会希望除气筒越大越好。那空压机
原则上滤水罐呢是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你喷出来的气如果有水汽的话，它会喷水就会喷在你的零件上面，就有水滴，对，那个地方就会颜色就会一块在那边，所以滤水罐一定要有。那这个压力计就是让你调压力了，可以调压力，对，调压力就是这一个可以转，这个就是压下去就锁定，就是不能动，然后拔起来才可以动，才可以转。那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懂，很多人不知道是压下去就不会动，然后他就以为它是坏掉了。这个就是转松跟转紧。它压力大是可以储更多气在里面的。没有，压力大就是喷出来的那个气压会变大，那跟你模型漆的浓度会有一点点关系。你的浓度如果比较高的话，你压力变成要大它才吐得出来。所以如果你在调漆的部分有做好的话，其实它可以调到0.5以下都可以喷。那像这种，如果你要买这种空压机的话，你就去找专门在卖空压机的店，不是模型店哦，这个就是在那种气动五金行就可以买。一般五金行就有。对，然后你可以去那边试用，请他打气给你听那个声音。你看你哪一台可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边听通常都会比较小声，在家就会变大声，在家也会变大声一点，因为它在它的环境里面你比较空旷的，你不会感觉到那个声音很大。那它这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吸气的地方，我是没有换过啦，但是人家说这边会有那个灰尘，这个就是滤净器的部分，这个是需要替换的，但是我买来到现在也没换过，那怎样？10年了。对。那它这个地方只要是除气筒下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开了水就会跑出来了。因为除气筒会积水嘛。对，除气筒会积水。那积水基本上你每次喷完之后，最好把里面的水汽放掉，要不然它会腐蚀里面的钢。就会生锈。然后我这个有断过，就是这个桶的这个就是旋转的这个地方，这个有直接断在里面过，就是腐蚀。腐蚀到断掉，对，腐蚀到断掉，所以还是要定期放水。你要定期放水。有除气缸的都会有这个吗？有除气缸的都会有这个，通常都是一个那个螺帽，或者是像这样子。对，把水放掉的。要水要放掉。那再来是所谓的分接头，这个小的，这是另外买的吧？这是另外买的，通常都是一个而已。通常一个洞而已。通常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洞。那小的空压机你用不到这个，那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往上接，就是会有3条线在上。你的线跟我们一般的那个螺旋线不太一样。对，这个叫直管，这个是编织管，这个比较好。这个一条大概200块以内。对，也有更好的，更好的就是它把那个头已经帮你做成那个，就是做成快速接头的。这个快速接头，你只要有接那个喷枪上面有一个那个头，你可以直接插进去，然后要替换的时候直接把开，拨一下就开了。好，剩下离离扣扣的东西就是你的颜料，你的颜料其实也很花钱。你的颜料现在是台资的，有3家嘛，摩多嘛，然后17嘛，然后那个玉电管嘛，然后还有9527嘛。你喜欢哪一家就用哪一家，没有差。你偏好哪一家的就用哪一家，没有差。对，我们之后再好好的讲一下颜料的事情。对，那你只要买哪一家的颜料，请你要买那一家的溶剂，一起买。所以没有那种什么通用溶剂，全部每一家都能用之类的。通常我们不会推荐你这样子，因为每一家的溶剂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合的地方，那你就会搞不好 A 加没事，可是 A 加 C 是有事。就有的时候会有可能这一瓶溶剂，然后溶那个颜料没事，溶白的没事，然后溶红的出问题，会有一点点这种问题，所以就是买它的溶剂就对了。你的溶剂是你的颜料是哪一家，你溶剂就买哪一家。是连它的洗剂也最好买东家，还是洗剂没关系？洗剂的话就比较没关系，就全部洗掉而已。洗剂的话我们还是会推荐你用专用的洗剂。
这样比较不会安全，比较安全。因为我这里不推荐你香蕉水，绝对不推荐的原因就是香蕉很臭。香蕉水的味道很浓，然后香蕉水其实它是任何东西蒸下来的东西剩的东西就叫香蕉水。它不会特地去煮一个东西叫香蕉水，它是蒸馏下来的残料。所以香蕉水里面会有的时候你套了没事，然后有时候套了有事。所以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东西。香蕉水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东西。然后你把香蕉水当溶剂，很多人都这样做，可以也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科普频道里面，我会不推荐这样子做。OK， 那再来是这个罐子，这个罐子是让你预调漆料用的，而且它里面送你一颗珠子，是不是？对，这个是搅拌珠，就你要用的时候可以摇一摇。对。那基本上这个是低配，就是你加进去调成一罐嘛，那你用的时候摇一摇嘛，那你会有所谓的颜料会沉淀的问题，所以如果当你这个颜料放久了，它就会沉淀，然后摇不均匀，你就需要一台就是搅拌器。就用人工啊，就人工搅拌，这样搅拌。那在那个颜料的本身的颜料瓶里面就这样搅，对，然后搅到均匀，这是低配。那中配就是这支微幅的电动搅拌器，电动开下去，然后上上下下把它搅匀就好了。对，那比较好的高配就是那个摇漆器，那夹住它就你就开着让它摇2分钟。对，就看你要花到什么程度。对，看你要花到什么程度。好，那再来是这个模型漆的夹子，那个夹模型的夹子。对，那这个夹子呢，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线的。那买线的这样一包120，其实我觉得是不贵啊，不贵啦。不错，所以现在方便很多啊。对，还有这个是让你插着，这个是 GSI 现在出品的一个新的东西。那可是这个很像冷气呢，我自己拿冷气那个也可以。那种工业机器的就是包装材料然后电脑的包装材料都是有这个。对。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使用的话，我会建议你全部的设备都固定起来。你只要在喷漆的环境里面，你就不要睡在那一间里面，因为所有的溶剂都会挥发，包含你垃圾桶里面的溶剂，然后在使用过程的溶剂都会挥发。你睡在那一间对身体一定不好。那有窗户就是往外喷，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那个喷的时候 M 砰砰嘛，对，那要怎么办处理这个 M 砰砰的事情？有的人会用电风扇，拿一个大的强力电风扇往外喷，对，这样不好。因为你的大型的电风扇是一个老流，你在用电风扇吹的时候，你的颜料这样喷嘛，那你有后面一个风在那边吹，那你那个会乱飞啊，你的颜料会乱飞，那甚至说如果空气中有灰尘一起起来或吸热，一起喷进去，一起喷在你的模型上面，所以我不会很推荐你用电风扇，那反而会比较推荐你用抽风扇，就从这边去抽。对，就是那种有一种厨房那种白色的那种，至少要有那个。那再上去厨房的那个，如果你用了觉得不好用的时候，你可以买干式的抽风机。那干式的抽风机有大概3000块到5000块左右。那干式的抽风机就会有一个管，然后一个抽风扇嘛，然后就这样抽。那它有一个滤名，那一个东西我以前也用过，那后来换这个东西一个要多少？水帘大概就要6000以上。这个一个要6000以上。是不是以前有看过人家用那个什么纸箱子，它做一个很像类似的？对，这种干式的就是纸箱。干式就纸箱。对，那如果你要自己制造纸箱，为了从纸箱那边一路上来到换成塑胶的，然后再换水帘这样。那你自己制造纸箱的话，它有一个所谓的吸入的那个负压式的一个装置，
的原理在。那你用纸箱的话，你要做一个凹进去这样子，然后吸的时候是往后面或往上这样吸出去。那纸箱的那一型最主要的核心是在于你的抽气机，那抽气机叫做鼓风炉，那个鼓风炉才够力。你如果只是那种风扇那种吸力就太差了，就没有用了。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意义啊。要就吸力够强的，你吸力要够强才抽得走。对，要不然呢，你稍微开大一点就淹出来，它根本吸不掉，它就淹出来。也是都大。那鼓风炉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去那种机械五金的拆船店就可以买得到。那再来就是用到水帘的时候，基本的设施就是它是用水驱动的，这边会有一个抽气的，然后也是空气就是往外出去。这个水帘它的主要的装置就是一个抽风扇嘛，然后你看它这个就是气就这样下去，然后从这边出去。对。然后撞到水的时候，它就会下来，冲下来，就在这里。这个水久了要换。然后它怎么换呢？它整盆拿起来，整盆抽走。对，整盆是抽走，然后拿去洗。其实我也想到，因为你那个那么怕灰尘，那其实也不太适合在室外。对，其实室外喷就是主要就是怕风。对，怕风把一些东西带来。风来，然后就把沙子带来。对，这个就是在阳台喷漆的一个弱点。对，所以室内的话，可控因子比较多。对，你的室内的话，你比较不会有灰尘的问题。对，然后也比较不会有什么风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变小。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型科普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帮我按个赞，然后开启小铃铛，记得点阅哦。拜拜。